男人向杀手联盟下达了一则悬赏令，目标是他自己。他并不是心理有问题，而是男人身患绝症，命不久矣。然而不久前的一次任务中，老八突然感觉头晕目眩，于是他便去医院做了脑部 CT。医生告诉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绝症，目前还没有治疗方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病情会持续恶化，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。现在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女友。他在一次任务中和女友多米相识，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他本想把这些年积累的财富都给多米，但至今女友都不知道他杀手的身份。老八害怕女友觉得这笔钱来路不干净，不会接受这笔财富，于是他便找到了好友老白，自掏腰包200万让老白下达一则悬赏令，让各路杀手来干掉自己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买了一份巨额保险，受益人写的是女友多米，因为自杀保险公司并不赔偿。同时这些年他一直在刀口上舔血，他想要用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样在他走后，女友或许也能欣然接受他留下的这笔财富。但作为搭档了多年的伙伴，老白并没有答应老八的要求，他觉得老八可以去其他国家看看，或许能在绝望中找到一丝希望。但为了女友，他不想再去浪费时间，于是他找到了杀手联盟的瓦特。而老八为了不拖累女友，向多米提出了分手。多米本来今天也有好消息告诉老八，不曾想遭遇如此打击，心里的话有言欲止。望着多米伤心的背影，硬汉老八眼中也泛起了泪花。回到家中，他试图靠酒精麻痹自己，忘掉这段过往。然而喝得越多，心中对多米的思念越深，最终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多米。不曾想刚发完消息就接到了私人医生的电话，医生告诉他并没有患癌，由于医院在检查时贴错试管标签，导致检查结果出现了差错。而对于频繁出现头晕眼花的症状，医生建议他可以去检查一下眼睛，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因为过了12点悬赏令即刻生效。此时一辆车来到了老八家楼下，正是狗样卡点带着手下来了，他要在其他杀手赶来之前率先干掉老八，拿下这200万。完事，老八给瓦特打去电话，想要取消合同，违约金他会如数奉上，但瓦特并不接受，即便违背联盟规则也要干掉老八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死于老八之手。这些年基于老八的实力一直不敢动手，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。瓦特越说越激动，根本不给老八一点说话的机会。见瓦特已经失控，老八不再废话，然而刚挂掉，让他带着钱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等见面后会向他说明一切。随后老八故意将两人引进一间仓库，面对摩托兄弟的来势汹汹，没有武器的老八正面根本无法招架，只能一个劲的闪躲。跌倒的他拿着一根铁棍躲在了木箱后。老八知道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临走前他带走了一包炸药，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老白假助老八潜逃，故意让人将消息放给瓦特，准备将这些杀手都引进沙茨贝格城堡。率先抵达的老八第一时间熟悉环境，设下陷阱等待猎物的到来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昨晚提前到达的老黑抓住了想要离开的多米。原来瓦特很早就让屠夫开始盯着老八，早就知道他交了新女友，而这可能也是老八目前唯一的弱点。瓦特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于是让一名小弟协助老黑抓住了多米。城堡这边，苏格兰傻帽兄弟率先抵达。刚结束，老八突然接到了多米的电话，一听才知道竟然是老黑。老黑表示自己只想拿到400万悬赏，提出一命换一命。为了女友的安全，老八只能答应。可就在两人约好交易地点时，城堡外围又来了一辆车，竟然是屠夫带着一群雇佣兵来了。瓦特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联盟规则，而老八当初之所以会杀了他的父亲，也是瓦特已经黔驴技穷。老黑将屠夫赶来的消息告诉了老八，他知道老八肯定能杀出城堡，他只需在交易地点等待即可。当屠夫走进城堡，看到遍地惨状，才知道老八的骨头有多难啃。而得知消息的老八早已躲进地窖，待敌人来到自己的雷区，直接引爆送他们上天。随后捡起敌人身上的霰弹枪，老八从地窖出来，就遇到了等候多时的老黑。为了换回女友，他主动丢掉了枪。而就在老黑准备打电话通知小弟，却被后方驶来的一辆车直接撞飞，开车的竟然是多米。老八见状快速上车，多米一脚油门迅速逃离。当屠夫带人出来已经晚了，原来几辆车停在路边，下车确定后面没有追兵，打开车门发现多米的肩膀受伤了，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。汽车抱着多米穿过树林来到了一间教堂，很快多米从昏迷中醒来，为表真心，老八向多米求了婚。在神父的见证下，两人举行了婚礼。从此一代杀神就此隐退，和多米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